我就是背哦，有背哦，有背。为了找到这块墓碑，云南高速施工队全体停工3天。我是孙春龙，一个打扫战场的人。2017年6月14日，志愿者在云南施甸县走访抗战遗址。村里一位叫李群的老人说，山腰上有一座远征军营长墓地，60多块碑，后头是一个大包包。1942年5月，日军进占滇西，此后2年多，中国远征军与日军隔怒江对峙，无数将士渡江作战，血洒疆场。受伤的士兵被担架抬回后方，有些人没能撑到医院，就牺牲在山路上。有些人进了医院，也因伤势过重而离世。由于人数太多，他们大多就地掩埋，连名字都未能留下。李群老人说的这座营长墓，是这片土地上为数不多有名有姓的。但因为年代久远，如今墓地已经被土覆盖，位置恰好处于施甸县高速公路项目的必经之地，很快将会被推土机推掉。志愿者立即联系高速路指挥部说明情况，指挥部负责人曾是军人，他表示可以暂停这段轮修建，先寻找营长墓地，但是时间不能超过3天。6月15日一早，志愿者联系当地村民，开始寻找营长的墓地。很快，我们找到了营长的墓碑。我就是背哦，有背哦，有背。39军王春什么全啊？全训的全，王春全。王春全是中国远征军39师115团3营少校营长，河南太康人，参战4次，2次立功。1944年，由楚雄接新兵步行返回宝山驻地，因劳累过度病故。云南宝山县牺牲时，还有一个9岁的孩子寄养在四川江津。马革裹尸，素质而死，做异乡孤魂，难怪呼其死后不瞑目也。这是他的师长和团长各全体官兵为他举哀时写下的悼词。根据碑文线索，我们很快在历史资料中找到了王营长的照片，是一位长相清秀的少年士官。那时恰好有同事在河南出差，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往王营长的家乡太康县。村子里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当年那个高大帅气、心怀家国的王春全，也都熟知他精忠报国的事迹。他说的，人家给他送来一封信，说的俺当家长当上营长了。家谱上有关于他从军的记载。更让我们激动的是，王营长的妹妹还在世，已经85岁。得知哥哥的墓地在云南找到了，他愣了很久。70多年，他终于知道自己的大哥去了哪里。老人告诉我们，大哥牺牲后，2个弟弟曾前往云南寻找墓地，但空手而归。父母盼了一辈子，到死都没等到儿子的消息。他还说，当年是大哥的警卫护送嫂子朱氏回到河南老家，并遵照大哥临终前的遗言，与朱氏成家，照顾了他一辈子。警卫的家在外蒙，至死都没有回去过。朱氏也于几年前去世。我们想打听王春全儿子去向，遗憾的是，那个孩子后来因家贫无钱治病夭折了。与此同时，在云南施甸的发掘现场，时间越来越近，墓碑找到了，始终不见骸骨。我们不断扩大寻找的范围，心都悬在了嗓子眼。199，在挖掘期限的最后一天，在离墓碑4、5米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棺木的印记，已经与泥土融为一体。这也是棺木了，棺木啊，这里啊，沿着这个挖吧。为了避免骸骨遭到损坏，我们的志愿者一点点用手剥离土层，直到一声惊叫打破寂静。会长在这里！真的？当帽徽被发现的那一刻，我们确信这一定就是那个为国牺牲而埋骨他乡的王营长。回家吧，跟你的儿子在一起。遗骸收敛工作结束后，所有参与遗骸寻找的志愿者和村民站成一排，向王营长3鞠躬，感谢他为这个国家做出的牺牲。3鞠躬。几天后，我们陪同85岁的妹妹前往云南，她跪在灵堂前，哭得撕心裂肺。伟大哥呀！咱要也上你小老师，
也没有见上你啊，我的哥呀！我的大哥呀！祭拜后，老人说想去看看哥哥当年生活过的地方。山入泥泞，去不了哥哥当年驻守的地方，他就站在大路边远远眺望。就在那个地方。两个孙子替他走到墓地原址，供上祭品和鲜花，又从那里取了一捧土。志愿者带他去看了当年王营长病逝前住过的那间老屋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每一处角落。前你大哥王营长就住在这里。最后他来到那块刻着哥哥名字的墓碑前。大爷的碑，来过来让你看看。祭拜完，他独自坐在桌前，看着哥哥的照片。这相片去哪找的？这是黄埔军校里面找的一个收藏那些老照片的。他出来我不能我只5、6岁。当年5、6岁的小妹已经是85岁的白发老人，哥哥却还是记忆中的清秀模样。7月8日，两人带着那捧从王营长墓前取的一捧黄土，踏上了返回故乡的归途。王春全营长回家了，但滇西的山野间还有人在等。2026年年初，我们发起中国远征军反攻路线考察活动，400多位志愿者和远征军后人一起重返当年的战场。队伍里一位叫刘小勇的远征军后代，他的爷爷刘大成是远征军39师115团的营长。1944年滇西大反攻，在龙陵张陵山的白刃战中，刘大成踩到碎石，滑落山崖，壮烈牺牲。临终前，他留下遗言：多杀敌，保卫国家。这句话被他的部下秦福亭记了一辈子。他一生都在寻找营长的后代，希望能亲口把营长的遗言传到后人耳中。2023年，我们帮助秦福亭实现心愿。快80年了，80年终于见到。2天后，秦福亭去世。秦福亭是刘大成的部下，他也认识王春全，他们同属115团。一个营长战死沙场，一个营长病故征途，一个士兵用一生守护战友的遗言。70多年后，3个人的故事让那段历史变得丰满。时隔82年，我们陪着刘小勇第一次踏上爷爷牺牲的土地。我父亲80年都要来，可是就是他也很迷茫，也不知道在哪儿牺牲的。你就光我从小就听这么大，都听他说宝山宝山，这个心愿是我爸活着的时候就有的。他终于替爸爸完成了这辈子最大的心愿。80多年，跨越3代人，在这个没有墓碑的山坡上，一家人终于团聚。在当年的战场，又一位英雄等到了自己的亲人。我们找到了他的帽徽。我爸爸临终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爷爷。你咋了？现在回家了。